很多修复变慢不一定是老了，可能是干细胞累坏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比较新鲜的东西，叫做干细胞。干细胞这个名字很奇怪的，这个干字啊，既不是干活的干，也不是干净的干，它是一个翻译来的名字，英文叫 stem cell。stem 就是茎啊，植物的茎。它意含着起源、根源，翻译成中文了以后，好像叫树干的干。一个树干上面可以生出枝，大的树枝可以再分出小的树枝，小的树枝上面还可以分出小的树叶。干细胞就是这根干，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的根源。首先大家知道，我们身体大多数的细胞都是在不停的更新的，它更新的速度有的快有的慢。我们的细胞每一次更新的时候，它就要自己分裂，旧的细胞就凋亡了，新的细胞就继续工作。你身体需要修复了，你身体需要更多的细胞了，我们身体的干细胞它就会制造新的细胞出来，来补充你身体不够的细胞。干细胞蛮复杂的，我们身体里面不同的组织、不同的部门有他们自己的干细胞。那么干细胞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负责制造新的细胞的。普通细胞就像工厂里面干活的工人一样的，它就负责工作的。干细胞是负责补充这些工人的。那你普通的工人变少了以后，就要靠干细胞来补充的。干细胞的特征是：第一，它可以自我复制。当它干细胞本身的数量不够的时候，它可以自我复制。干细胞的第二个特性是它可以自我复制，然后它同时可以分化。干细胞可以不做自我复制的工作，不停地做分化的工作。所以干细胞分化出来了以后，再继续分化以后，它就变成干活的细胞了。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每一个不同的组织里面的根源的干细胞呢，叫做成体干细胞。成体干细胞是一个总称，它在我们身体不同的组织里面。我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身体里面有造血干细胞，我们身体造血在骨髓里面造的，造血的干细胞就在骨髓里面，这个是造血干细胞，是属于成体细胞。那这种干细胞它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制造血液的细胞啦，白血球啦，红血球啦，血小板啦，它都是利用造血干细胞分化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种干细胞叫做间充质干细胞。间充质干细胞它的位置在哪里？在我们骨髓里面，在我们脂肪里面。它的主要的作用是分化出骨头啦、软骨啦、脂肪啦、调节炎症啦，这个叫做间充质干细胞。它分化出来的东西可以变成身体的组织。还有一种成体干细胞叫做肌肉卫星细胞，这也是一种成体干细胞，它的位置在我们肌肉的表面，它负责修复肌肉，参与增肌，制造肌肉细胞。还有一种成体干细胞叫做神经干细胞，神经干细胞的位置在我们的脑里面特定的区域，它的作用是生成部分的神经元啦，参与神经的修复啊，它分化出神经细胞来。所以你们听到这里，为我们工作的干细胞叫做成体干细胞，它分布在不同的组织，它储存在不同的地方，需要的时候它开始为我们身体补充细胞，它会从干细胞里面分化出不同的细胞来给我们身体利用。所以干细胞的重要性你可想而知了。我们没有给它提供正确的环境，干细胞不能够很好的发挥工作，我们的健康显然的就会受影响的。我们刚刚前面强调了，我们身体的成体干细胞在骨髓、在脂肪、在肠道、皮肤、肝脏还有肌肉储存在我们身体上。但大家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体干细胞不是万能的细胞，不同的成体干细胞它有负责它自己组织里面的任务的。所以造血干细胞只能够造血液里面的细胞，间充质干细胞只能够负责制造骨质、制造软骨等等的，所以它们有各司其职的。平时它有的时候不是在工作，它有的时候是在休息的。干细胞在休息的时候，干细胞生存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里面，这个环境呢叫做干细胞微环境。干细胞微环境英文叫做 stem cell niche。这个微环境很关键的，这个微环境好不好决定了你的干细胞活不活跃，能不能够分裂，会不会衰老，会不会变坏。而微环境受什么东西的影响呢？它受胰岛素水平的影响，受炎症水平的影响，受氧化压力、线粒体状态、微环境供氧等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你身体慢性高胰岛素的时候，你的干细胞环境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当你的身体长期处在高糖、高胰岛素加上炎症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的干细胞就被迫过度工作，及早就衰老了。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人伤口比较不容易愈合，老年人肌肉不容易恢复，慢性炎症的人群组织修复困难，不是缺干细胞，是干细胞的环境坏了。所以很多人以为衰老就是细胞老了，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干细胞的系统效率下降了。当干细胞数量减少了，分裂能力下降了，线粒体功能下降了，组织呢就进入衰老状态了。
真真正正能够激活成体干细胞的是什么呢？第一，阻抗训练，刺激肌肉的卫星细胞啊，你每一次刺激了，你的干细胞就会工作，就会去修复。所以这个是激活肌肉成体干细胞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阻力训练。第二个，间歇性的断食，提高自食，优化干细胞的环境。第三个，适度的低炎症的饮食，改善微环境。第四个，低胰岛素的状态。低胰岛素状态减少过度分裂的压力。所以成体干细胞不是需要你去注射的，是需要你去提供给它一个适合它生存的环境的。刚刚我们提到了成体干细胞平时都生存在一个很微妙的干细胞的微环境里面，在微环境里面它是属于休眠状态的，一旦身体有需求了，这些干细胞就会被激活。当这些干细胞被激活，需要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对能量的需求非常高，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的身体能不能够很顺利的给干细胞提供能量了。当干细胞对能量有需求，而你不能够给它提供足够能量的时候，你身体的修复就会出现问题了。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常常强调的代谢健康，能量的代谢出问题的时候，你的干细胞就不能够很好的工作了。所以干细胞呢，它正常的节律有两个。第一个，正常成体细胞是在两种状态底下的，一种状态是静息状态，静息状态它就是低代谢、低分裂，在这种环境，在这种状态底下，它在休息休眠状态。你要给它一个好的环境，让它休眠的，让它休息，让它处在一个静息的状态，保持它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成体干细胞呢的另外一个状态是被激活的状态，它在激活的状态的时候，它就需要很顺利的给它的线粒体提供大量的能量的前体，给它制造大量的能量，让它能够开始分裂。所以健康身体的节律，从干细胞的角度来讲，就是平时安静的，需要的时候它可以迅速的启动的，修复完成了以后，它又回到静息状态了。这个就叫做干细胞的正常节律。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的能量代谢紊乱了，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长期高胰岛素、高炎症、频繁进食、慢性微损伤，导致你的干细胞呢，该休息的时候不能休息，一直在一个激活的状态。那结果就是提前把它消耗了。很多慢性病加速衰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了。刚刚讲的是该静息的时候无法很好的静息，另外一个极端的状态是什么呢？该激活的时候激活不足啊。你长期代谢压力会导致线粒体的功能下降，能量供应不足，然后呢，等到你真正需要修复的时候，激素的信号就变弱了，能量供应又不够，所以呢，该激活的时候激活不足，让你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修复啊，伤口愈合的很慢，肌肉恢复的很慢，免疫反应很迟钝，等等等等的。我们的代谢健康代谢紊乱会影响我们干细胞的环境的平衡啊，所以干细胞害怕的不是它变老了，是怕它信号混乱了。长期的胰岛素信号、营养信号持续过剩，频繁进食，炎症的信号持续存在，它会过度的工作，没有办法休息，然后呢，导致修复能力的下降的。今天我们干细胞呢就暂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